观众朋友，欢迎来到 Project Hatcher。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新创团队在他们创业的过程中所历经的酸甜苦辣。从上百间新创团队历经海选后脱颖而出的40间新创团队，将在 Project Hatcher 中与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企业家评审正面交锋，竞争投资机会以及总共1000万元的创业奖金。今天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一场非常残酷的厮杀。你们用什么方式去突破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空间的？国际化的时候，有信心吗？有决心。I'm asking you guys to help us out. It's a bit late stage for me. That's the answer you should get. 我们也邀请到了不同产业的经营者，在这里跟我们更深入的交流。Are you ready for thi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Project Hatcher. 非常欢迎收看 Project Hatcher。很高兴呢，有上百家的团队呢热情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台湾首创的新创实境节目。那么借着各位的创新的能量，还有迈向伟大航道的勇气，让我们看见台湾的无限可能。那在此呢，我要致上最深的祝福，也要向各位表达，政府会作为大家创业路上最佳的伙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国际展现 Startup Island 台湾新创之岛的实力，共同见证台湾新创的精彩。我们创造了一个台湾最大的舞台，争取到他们投资你们企业的机会。这是我的 AI 精灵阿丁。最高奖金1000万元。And we are building workflow. That's the difference. 很大的一个题目，很多的痛点要同时在这个 project 里面解决。这个题目说不定真的会落实。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听完大家的 presentation 之后，今天入围的队伍。那我现在来公布的是第一个晋级的组别。我们觉得你们会晋级。我们绝对有机会可以晋级，这是铁定的。是我们的 Team A， 所以恭喜来自陆星的 Carol、跨思科技的 Brad， 还有世卓三维科技的 Jack。旅游这个议题，其实很多人在讨论，他们的组合就还蛮有趣的，做的是比较导览，然后 to B 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让我耳目一新，所以印象很深刻。下一个要 announce 给大家的winner 就是第二个晋级的组别是 Team I， 恭喜来自构思网络科技的张玉伟、围棋人科技的 Jack， 还有自力更生的孙宗德，恭喜恭喜！我以一个未来 potential 使用者的角度去听他们想要陈述的，跟他们有的科技，就觉得他们融合得很好，而是可能是一个未来会想要看到被创业出来的一个产品。第三个晋级的组别是 Team H。觉得他不管是问题 TA 跟他们 solution 都讲得非常清楚，3分钟结束，哇！我就觉得 OK， 我完全知道他们干嘛，而且我也知道我对他们也蛮有信心的。接下来要由 Austin 来帮我们 announce 入围的这个个别参赛者。IH 跟 HIA。哦，对啊，这3个很好，对，再加3个这样。个人对不对？哦 ，OK。在这3组之外，糟糕，个人忘记了，我没有什么记录。对他台风很强，对，然后他很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原来公司做得好的，就是 sense 也是会不会不错的？那2位啊，那2位其实是很创业家的人，而且他其实对那个是，只是说他找的那个 solution， 我觉得没有那么成熟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看他的就是 personal profile 去选。那个我对那一组的点印象，他好像电商，对他很，我看看他是他不是主讲，但是他有补助奖。对，他我觉得蛮有想法的，我看一下他是。
个人晋级的标准，我觉得它背上2、3件事情啊，它一定在这个 demo 上面它有一些展现吧。那我们就看到它的不管是台风或他讲话的逻辑技巧。另外一个我觉得会背上他的 personal 自己是直接背光，就他实际上在做什么问题，然后他在这个领域上面有多少进展，有没有人投资啊？我觉得这些项目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在 individual 这一块的一个选项。有，但是我们的 mentor 是。你好，我是博成，我是 Apple Crew 的执行长。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来自香港，我的公司叫做 Oh My Grad。大家好，我们是 Call Your Parents。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照顾年迈的长者长辈。大家都知道，台湾跟香港都是非常严重面对住那个老年化的问题。我奶奶跟爷爷从小把我养大养胖，他们都非常可爱，然后当然他们会非常疼我。然后有一天1年多前，我奶奶跟我讲，可不可以帮你爷爷安排入住老人院？我肯定他想了很久才出口说这句话。是老人家最不喜欢就是看诊，最不喜欢去看医生，但是他们不会不喜欢跟他们孙仔聊天。没错，这个是我的奶奶制作组放心，我已经得到他的同意。今天早上我介绍博成给我奶奶认识。其实我们的产品 Call Your Parents 就像这个画面一样，从我的长辈的角度来讲，跟普通的视讯沟通通电话其实一样。那个 miracle 的地方就在于另外一边。我们的 API 呢，在日常的视讯背后运作。我们利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来增强我们影像辨识模型。我们透过辨识脸部肌肉的对称性、长辈说话的节奏、言语的变化，来做到高准确判断中风的前兆。这代表没有打扰，不需要任何监测设备，你甚至与你的父母呢，不需要下载额外的 APP， 因为我们的 API 在你习惯的通讯软体背后就能运作。我们提供 B2C 的订阅制模式，我们在您的同意下呢，也提供 B2B 的 API 给你信任的医疗机构。最后想说的是，我个人的外公，就是因为中风走的。在外婆过世之后，他一个人住在花莲。那有一天，他中风倒地。2天之后呢，才在客厅被邻居发现。那我跟Anthony开发Call Your Parents， 就是希望避免未来这种憾事再次的发生，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照顾到在远方年迈的父母。所以 Call Your Parents today。我觉得这是一个用爱出发的创业题目，我们应该说非常感动。那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想请教说呢，它的准确率是可以被预估的吗？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在过去也许10多年来，影像辨识一直是很夯的主题。那为什么今天能做到这样准确率，而且是能真的上到市面上给人用？是因为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出现。我相信 ChatGPT 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对不对？那它今天能跟影像辨识做的结合，就是因为它能大量的去分析说过去的病例以及影像它的这个辨识出来的结果，而且准确率其实都是比实际医生他去判断的有时候还高。我觉得 face recognition 能够做到疾病的辨认，这个在目前科技上来讲还是有它的限制啊。但是如果你加上一些行动的装置，比如说这种手表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准确率会提高蛮多的，所以可以做一些 integration， 可能会更好，也说不定。那我蛮好奇，就是如果是影像辨识的 AI， 应该蛮 cost 非常 incentive， 那你们怎么去找到 cost 跟收费的这个 balance？收费方面嘛，因为就是当然我们这个 API 很简单，一定是有 freemium。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奶奶爷爷可以聊，然后那个 LLM 免费的程度，比如说它根据过去2、3遍他们通话的内容，然后提醒一些 reminder。但是更加重要就是后端，第一当然是我们尝试是 B2C， 但是更加大的 market 那个 market capitalization 是在 B2B market。比如说一些比较高端的艺人
老人院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在香港，我要给五位数的港币去把我的爷爷在安养院一个很好的服务，他们绝对有那个budget 去做这些。好，那接下来就请评委们帮我们决定一下，他们是否能够拿到他们的 Hatcher Stamp。3个章。其实我们特意就是选一些我们本身自己不是做那个板块的一些东西，然后博成好，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些我们非常疼的痛点，所以就选了这个。我觉得从头到尾3个多小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30分钟就好快就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能够真的很 care about 的事情，尤其是我自己的外公也是有相关的经验嘛。那我们就沿着这个主题一直去 brainstorm 下去。我觉得3科应该很难吧，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进去。OK， 我觉得团队我们的 probability 会大更比个人大一点。对。大家好，我是大信。那我来自 OBNext。OBNext 是一个专注于收购 YouTuber 过去的影片，在未来3到5年广告收益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我们会针对创作者每一个旧影片去做估值，并且一次性的将它未来的收益提供给这些创作者。我是 Jerry， 我们是硬体研发的公司，我们做了这个把 AirTag 做成跟信用卡一模一样大的 Tracker， 已经过了2年多了，还没有 competitive 可以做的比我更薄。只有 Skinmo 的一个产品。我是凯敏，叫 KM 就可以了。那我创业的题目叫做直邮，它是作为一个创新的职涯咨询，我们培育了很多专业的职涯咨询师，可以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帮助到你。因为我们其实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技术的，有商业顾问的背景，有在专业领域里面非常专精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要找到一个题目，让大家共同觉得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发挥，能够代表我们未来3个小时的心血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确实比较花一些时间的。各位评审委员好，我是大信。那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透过刚刚3个小时我们 brainstorm 出来一个非常新的一个 idea， 是一个集合式的知识传承平台。那这个 idea 其实来自于每一个电子书的用户，我们通常在阅读的时候都会随手画一些笔记，画出来的笔记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不同的知识点认为的重点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是这个 idea 的来源。我们透过 NLP 的技术，把每个人不同的重点聚集成一个集大成的智慧，让这样的一个更 general 的书斋能够分享给对这本书有兴趣的人。那当然，市场上不必多说，电子书的市场其实是一直在扩张当中的。我们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设计底下，有几个很明确的竞争优势。当然，来自于既有的阅读习惯，我们不用去改变使用者的行为。再来是这样子的重点，其实不管你是用 Kobo， 你是用来自乐天的电子书，都能够去汇聚出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这个来源。最后你也不会受到出版商或是任何一个 KOL 的特别的影响。再往前一步延伸，你也可以克服语言的问题，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去互相交流，彼此认为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整体商业流程上，以一个用户来讲，我在阅读完一本书之后，自动会有一个我自己的摘要。透过不同的人，他们会汇整出一个这本 Book A 的一个摘要。会有人对这个 Book A 有兴趣，他进一步就去阅读了这个摘要，但同时做个阅读者，他也会去输出他看的书的一些资讯。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认为说能够让所有对于知识有兴趣的人，能够产生一个更快的、更好的一个知识传承的一个飞轮。整体商业模式上，当然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以智能摘要提出来的一个共识的知识之外，你也可以去 follow 个别的读者一个简单的 prototype， 让大家有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今天我要看的是这个 Book A 的 summary， 我可以选择是第一种集众人知识的一个概要的这个概念。那可能只有这个科技专家的观点，也有可能我是来自商业专家的观点。商业专家观点其实可能来自于10个不同商业专家得到了一个 summary。所以透过选取不同的观点，我作为一个可能是工程师，我可能更有兴趣的是了解工程师怎么看这本书的文化，我可以选择分类观点3。
我想好奇问一下，就是这个题目你们是怎么样去定义出来？你们3个想要做这个，因为我觉得你们给我的感觉是很热情，很喜欢，所以我觉得看到就是提案者有这样子的 attitude， 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再进一步，想要往前面了解。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来到这边之后，透过主办单位的分组，我们想要刚好坐的比较近，就凑成一组。那我自己的创业的项目其实是商业模式创业，凯敏其实是在知识领域有非常 domain 的一个 knowledge。那当然 Jerry 这边的话就是属于技术的专业背景，所以透过不同的一个专长，然后提出来一个痛点，就是我们互相交流彼此的痛点，然后试着去激荡出一个大家能够取得共识。我们以这个点子为发想，然后再进一步去延伸。所以这个问题是你们现在自己有的痛点，源自于我阅读速度太慢，但是我又对知识非常渴望，所以常常一本书可能要看3个月才能看完。但是也有了解到其他的，譬如说一个要好的学长，他很推荐我这本书，他可能1天就把这本书看完。我了解到，我想要去了解说，他怎么看这本书的话，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能够更好帮助我说，我到底应不应该把我的这个时间投注在这本书上面。很好的 idea。我个人是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但不一定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值得做。那这个创业题目有一点点复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个前面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叫做资讯焦虑嘛？那我是觉得你的产品感觉会让我们资讯更焦虑。那我就不晓得，当你兜了这么一大一圈呢，你的 TA 到底是谁？到底你是要卖系统，还是要卖社群？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来自于现在你要做任何一本书的摘要，其实是很容易的，但它的观点可能是单一观点。其实每个人在解读不同的书本，来自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解读出来的重点都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创造的是让大家能够有更多元、更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一本书的理解的方式，不光是直接来自于出版商给我一个这本书的摘要，放在网络上作为简介，让我决定我要不要买。可能工程师看到一个商业类别的书籍，可能这个摘要其实不一定能够吸引我去购买这本书。但是我了解到说有10个工程师帮我 summarize 了这本书的一个更偏向于工程师观点的重点，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有意义。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评选委员们决定是否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 Hatcher Stamp。3个章，耶，棒！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像是从零开始去发想一个产品，打散重组，然后逼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想出一个我们自己都不太熟悉的一个产品或商业模式，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这虽然是我们临时 create， 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 value， 而且这个 value 是我们3个都很认同。Yeah。我觉得这是很有 potential 的题目。现在就是想说，怎么样花 resource 把它做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多事情，其实是在做教育，可是其实是教室以外的教育，不同的这种运动练习。这是大家好，我是 Lucky's 智慧机车共享系统的创办人，对，胡子。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手机 app 跟智慧机车共享油门锁，让现有的机车在不用改装的情况之下，透过手机 app 解锁，然后拿到里面的钥匙，就可以用那台共享出来的车来活化总体机车的闲置资源。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 Elton， 那我是有 NBA 资历的一个篮球教练，对，然后 Charlie 是我的 teammate， 那我们这一次只有2个人，那 Charlie 主要是做就是软硬体的一个这个整合，对，所以说我们就希望透过 Charlie 的 expertise 来帮我们的这个篮球的 operation 做一个这个升级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让小朋友去学习篮球的一个订阅制服务，对，那线上线下都有。OK， 那其实我们主要想解决就3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 ，post COVID 其实非常多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有2-3年都没有出门，甚至毕业旅行也被取消，其实很少的运动，所以其实他们的身心跟健康其实都有得到一定都会有一些状况。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东西去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我们希望可以去降低小朋友，我讲小朋友大概是指国中以下的小朋友学生，对，降低他们的运动学习门槛。第3个，希望解决问题是可以去活化闲置的运动场地。对，那我们的商业模式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每个月收大概3000块台币的一个服务，
with Charlie's help， 我们就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线上的课程，我们可能会跟一些提供课程的平台做一个串联，同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动场地的租赁。那再来社群的部分，这个我们也是经营了3-4年，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下太多的一个广告，我们都是透过家长的口碑行销，然后加入我们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提供现场每位评审一个免费的这个视障课程，那这个 QR code 是可以用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 sign up，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们也提供一个免费的课程给大家可以去试。对，那欢迎就是如果不是小朋友也可以来试试看。对，谢谢。第一个是想好奇你的99块月费是涵盖哪些服务，跟它的成本跟毛利大概会落在什么？ OK， 其实最主要的成本其实会是在线下课程，因为我们就要付场地跟教练的费用。对，那可是其实这个场地跟教练费用是固定，所以我们其实多收学生，其实我们毛利就拉上去。那我们现在其实光线下课程毛利其实超过50%。你觉得这个如果要 scale 上去的话，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政府，因为现在场地非常难取得。对，因为就是有一些矛盾的规定，造成场地很难去借来教篮球课。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去募资可以打破，可能我是直接去 OT， 或者是直接跟学校签长期的合约，去把场地给就是 reserve 起来这样子。对。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小而美的创业题目，那我觉得它的获利模式也没有问题，但就像你讲的，它需要有投资人。对，但是我相信投资人不是在看这个所谓你教一堂课能够获得20%-30%毛利，没错。所以你打算把它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以前大学在兄弟会，所以其实我们在亚洲其实每个国家，包括我们韩国，我有同学是开英语幼儿所，然后我在日本也有一些 connection。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口说无凭，可是如果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我可以去 prove，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有国际化的一个空间的。国际化的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去串联，比方说像日本在韩国，我们也可以有一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可以有像如果你知道美国学校像 TS， 他们有跟其他的美国学校有每年会有一些这种比赛，比方说跟 Jakarta、跟曼谷、跟东京我不确定，可是东亚他们会有一些这种联赛，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东西串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评审委员审慎的考虑一下，他们是否能够得到 Hatcher Stamp。我们拿到了3个啦，记得是谁给的吗？我记得谁没给。希望下次可以争取到他们的认同。我们会更努力。没错，谢谢评审。对，完全没有不敬之意，不要误会。对。我觉得，刚刚的简报的部分的话 ，Elton 那边真的回答得非常好，真的，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好。对。你打算把它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国际化的一个空间。国际化的什么？因为其实 Elton 这一开始学长威胁我，学长说不做这不行。我觉得那个 Call Your Mama 很不错，Call Your Parent 不是 Call Your Mama。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好像看到有人5张的，可是我不确定，因为就是他们直播有刷1秒过去，我看到有人的账比我们多。所以我觉得机会可能没有那么大，对，因为确实沉淀下来还有许多改善进步的空间，没有错。对。我们自带参加，来交朋友，来认识大家。对数位健康，他们上一次印象中看到上一次看到一个老运动，他在做。我的新创的就是一个运动平台。那我自己也是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我本身不是运动科出来的，我其实本身是律师。我更加去聊天或者说去争点的时候呢，我常常是不服输的。在讲使用者和付费者，使用者是老人，付费者可能是子女。是猫错科技的创办人这个 Luke， 我们是在致力于在创造一个养宠的在宠物产业里面的一个可以结合整个 ecosystem 的一个品牌。我是Audrey，我的 business 的题目是 Fashion Tag，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fashion 的 platform， 就是卖女孩子的衣服、鞋子、包包这样子。我的创业经历大概已经12年了，就差不多从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到现在。你们好用心哦，这个 Can I see this？ 你们的已经开始有一些 sticky notes， 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我看看。Brainstorming 所有的用的一些东西。哇，这个是不需要的。你看啊，已经非常有 order 哈，你看他们的 Step 1、Step 2、Step 3，一点一点的。It looks like 你们的 plan
一步一步已经开始往前走了。是 OK， 有信心吗？有信心，非常。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从一生出来，我们一天一天的开始变老，一直到我们65岁开始呢，就是我们社会中所谓的银发族。那银发族最 care 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健康呢是谁在帮我们把关呢？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赢在起跑点。我们就是一个平台呢，是在照顾你的健康的。我们是一个虚拟健康顾问。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长者呢，这个长者呢，在这个运动方面呢，65岁以上呢，对运动方面的这个认知呢，会比较缺乏这个运动认知。运动认知缺乏的话，会导致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固定运动的话，它的这个死亡率会增高。这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只是你的身体上的问题，还有你的心理上的问题。透过一些穿戴装置，还有一个家电装置呢，可以得到一些健康的数据。得到一些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一连串的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呢，包含有客制化的运动以及饮食的客制化的菜单，还有所谓的我们的保健品的这个贩售，直接贩售，加上一个医疗的建议跟保险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是一个全方位的银发族的照护的方案。那我们呢提供一个很简单一个 business model， 我们呢是用一个月付制的，一天不到4块钱呢就可以提供到这么好的服务。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如何帮到老人，我们也知道老人需要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说，我们可以帮到老人呢，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到社会的另外一个方式。这个问题好像我提出回答最适合，因为他讲65岁以上只有我。我有一个好奇啊，就是这个 service 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啊，但是你1个月300块钱，然后提供这么多的服务，我在想说，那你这个每个月的300块钱跟你赚钱跟你成本中间的 break even， 你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还有怎么样在300块钱情况底下，你们要维持多大的一个 business scale 才能够保持你们整个的 operation 运作？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收入底下去维护这么多的这个服务内容？这个是你们怎么样来看这个 business？ 我讲就是基本上，因为这个 business model 它就分成2个 part。第一个 part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subscription fee 里面，它只是最基本的维持我们在收数据上面的一些我们就是工程师开发等等这些应用。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比较大的一些monetize 的 strategy 还是在这边 pay per use 这边，因为这边每一个的客单价都相对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如果缺铁啦，或者是肌耐力比较不够的部分，就是可以给他一些像是 pretend 就是或者是一些保健品的贩售，那在这边的毛利都是相当高的，在每一笔当中我们都会去抽佣。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它都是 based on 有人先使用这个东西，我才收得到数据。收得到数据之后，我拿到数据之后，再进一步的让他去买这些新的服务，这样子。所以先收到数据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请你们审慎的考虑一下 C Team 能不能够得到 Hatcher Stamp。我们觉得还 OK 吧，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样子 idea 会挤出来，然后去完整它、完善它，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成绩。对，我们就是进去是一个 team， 然后出来也是一个 team。对，在整个创业的路上，不确定是一个很确定的因素。对，所以我们会我自己个人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我们来面对自己探索的一个旅程。所以我对于得失心不会像创业初期那样那么重，一定要得名，一定要什么？不是非黑即白的社会这样子。就是大概有几个大家在讨论，我觉得要有热情啊，然后要有那个 passion。我的在意点就是这个，我们就在想，有哪几个人有曾经让我们有这个印象？好，那个接下来要由 Austin 来帮我们 announce 个人的晋级。第一位是欧比耐克的李大庆，恭喜你！耶！尖叫来一点好不好？他作为一个 pitch 简报的人，他台风，然后他把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条理稳当。Jerry， 我相信他可能不仅是走到最后，也是可以拿到那
1000万奖金的人，好不好？那第2位是 On My Grade 的 Anthony，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OK， 接下来 Last one 啊，这个人我们最后考虑了很久，我们非常恭喜 Very Bad 的杨怡婷 Audrey， 恭喜你！创业路上很多委屈，这个委屈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诉苦。那我觉得这些路都不会白走，这些东西都会累积成养分，让你下一次挥棒的时候是更加的有自信心，更加的有能力，可以打出属于你的全垒打。其实我们可以把梦想做得更大，或者是说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更放手、更大胆。成功的度过了第1个阶段，而且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入场我们第2个环节 Let Me In 的入场券。Cheers everybody！ 来，喝一下。这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 ，It c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day of your life。祝你们好运 ，Good luck！在 Project Hatcher 第2阶段 Let Me In， 由通过事先遴选的12间种子新创团队，以及从第1阶段晋级的12间新创团队共同竞争。参赛者全程以英文向评审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简报时间为3分钟，问答时间为5分钟。第2阶段的评审为 YouTube 共同创办人 Steve。没办法找到比他更适合的策略投资人。YouTube co-founder Steve Chen bets on Taiwan. Tech titans who have altered the course Video of platform Nom, allowing you to direct. From the companies that I was most surprised at are the ones that I want to follow up with and ask them for more question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in those companies. 以及 Twitch 共同创办人 Kevin。以前都只是在电视上面看过他们，或杂志上面看过他们。CEO Kevin Lin on the raises $24 million. Reinvent the way we play. Founders here need better pitch plan. We question and answer. W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sales cycle might look like. Is there an opportunity window they might miss? 只有12间新创团队能进入下一阶段。Startup is innovation and guts. And a successful startup is this plus luck, timing, and a ton of hard work. All right, let's dive in. At Ubiq, we a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elecom and energy. We deploy wireless networks to mak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ork. So you heard about smart grids, you heard about renewable energy.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we are basically deploying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s to make the energy assets connected into a smart grid. So you heard about electricity distributors. We don't make those devices, but we connect them into networks.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building block to enabl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tilities, aka the smart grid. In 2017, we started Ubiq with the idea to create a new technology to provide a wireless network for energy assets. So we're not talking VR or 5G here, we're talking industrial IoT. So our customers are utilities or telecom operators or industrials. Those guys actually need a dedicated telecom network to make their devices, their objects for critical applications. We started with a brand new idea. Actually, it was a bit crazy. People say we were crazy, and we were, but it worked out. Long story short, we created our own technologies, and we got good luck and timing in Taiwan. Taiwan Power, the distributor of electricity,
had a public tender out, and we were the only startup to basically step up and propose our solution, our technology. Fast forward to now, we went from 0 revenue to up to now 55 million US. This is the biggest IoT project of the decade in Taiwan. Very quickly, what we do is we make a communication module, we make an infrastructure, the hardware and the software. You can see them in the streets of Taiwan. So all that we want to do right now is basically, we want to replicate the story of success in Taiwan to overseas. What's special here is that it's a private 4G network using the license-free spectrum in the US. We have a new product doing AI that basically helps to balance PV and battery together. We just made an acquisition in New Zealand and the US. So we want to grow. We raised Series A with Taiwania 2 years ago. We're having a Series B next mont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for walking us through that. So maybe Taipower, what exactly are they tying together and why do they need this actually? Before, what happens is Taipower sends people every month to manually read the power that you have used. They have no data points. They only know for billing once a month. The complication with this is not about labor cost reduction. Is when you want to do renewables. Renewables mean the energy becomes more dynamic. Today is raining, yesterday was windy. So the power grid now needs to have better granularity about the supply and demand. So you need to have more data points. In this case here, it's automatic, 4 times an hour, 100 times a day. By doing that, it can send renewables at the point of use where it is needed, as opposed to storing it or too much, or having huge transmission lin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issue if you don't have that is everybody needs to have a buffer. And when you do a buffer,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blackout, then you have a lot of wastage. So it's kind of like the just-in-time idea, but for electricity. What are the efficiency gains for the customer? Taipower, you mentioned, is giving you $50 million contract. What are their savings as a result of working with you? Balancing supply and demand for power. That infrastructure is the key. If you don't have that, you don't have the data, you cannot do any type of analytics to then do a number of the things that are called outage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It's basically all of the software that the utilities are doing for them to optimize and manage their network. If they don't have data about the power consumption, there's very few things that they can do. So it i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them to then basically analyze the data. You know, Series B, it's a little late for me. I typically only invest in seed stage. I'd be happy to help if you are working on a Series B, but as for investment from my end, it's a bit late stage for me, unfortunately. And yeah, I mean, I think, as you know, from my perspective, it's usually outside of this domain when it comes to the experience and the product history that I have. So I'm not sure how much value add that I could provide to the company. What I can do, my proposal is I can actually provide you with my own shares, so you don't have to go to Series B. What I think the value I can have is much more strategic beyond the money. That's the idea that you can help us to get the word out in the US for the end user markets, to educate them that there are solutions out there. We have the technology, we have the solutions, but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that word across. That's the difficulty that every Taiwanese startup is having. So I'm asking you guys to help us out, because with you and your network, and with you, we can actually get that message across. So that's the strategic angle we're looking at. Yeah, so I think, let's get in touch. Be happy to talk about that and how we can help. That's sort of our purpose in life, is to figure out what Taiwan needs and how we can utilize whatever resources or knowledge or network we have to help companies grow.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Really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Congrats on all the progress for your business. It's only the beginning.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以个人身份被晋级，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 interpret 这件事情。这个人我们最后考虑了很久，讨论了很久，我们决定并不是因为他的性别，但他的性别还是加了分。我觉得用一个女生进来是蛮好，因为在后面的轮次里面啊，要有一点女性创业家。我们非常恭喜 Very By 的杨怡婷 Audrey。我觉得阿曼达她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因为她也是女生，她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是你是女生，你又比你的队友 senior，
为什么你不 stand out 去做那个主要 pitch 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应该让你用个人的身份晋级，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选择？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记得他想要传达的这件事情。OK， 好 ，OK。Really exciting to meet you too. I'm Audrey. I'm from Verybuy. I'm one of the founder of Verybuy, and Verybuy is a fashion vertical e-commerce platform. And now we're trying to do a new business model to let influencer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rands by utilizing the Verybuy's platform skill. This is Annie. She is a small size of influencer with 30K followers on Instagram, but her earning is not match her work. It's because most of the monetization model for influencer is mostly by brands, a brand's budget, but doesn't comes every day. So most of the influencers will try to do live stream for donation, but the live stream is not a really good engine for monetization. So we come up with the solution that if we can set free of to establish their fashion brand. It's easy to use SaaS, and we have 220K products to choose from in Verybuy's platform. So how it works is like an influencer can just easily subscribe for like 1K subscription fee per month, and they can get unlimited fashion product samples for them, and they can just wear it and take snapshot and upload on Instagrams, and they can start selling without to face for those obstacles like shipping or returns or customer service, some sort of things. Also for them, it's opportunity to grow their to monetize their own persona. For Verybuy, those influencers post personal clothing budget, we can collect those budget as our revenue. Why Verybuy? Because we are a fashion vertical platform for past 12 years. We have the experience of dropshipping revenue model and 5 years of algo development, so we can better assist influencers to pick item, and we have those cross-border fulfillment ability, and we can do all those automation orders and listing on different websites and other easy platforms. You can go to the next slide. Actually, the next slide has some info here. It's already traction in Taiwan in Taiwanese market. When did you launch this particular tool? 2 months ago. So we just collect 100 influencers. Have any of them left after downloading it and using it? They only like shop those items like once a month. So we have to push them to shop on the app, because they will forget about to take photos and take samples. So you already have an existing business. Yes. How big is that business? We got accumulated GMV for $1 billion and like 700K historical buyers. And that's the one with 280,000 products already. Yeah, we got a big. Yeah, those product point. We got 1,000 suppliers on board, like factories in China or dealers and small brands. And you manage that business as well? Yes. How are you going to split your time between these two companies? Because I think these two business models help each other, and the traffic now is really expensive. So we want to best use of the KOL. They got traffic themselves. So rather than buying traffic from like Facebook and Google, I want to collect their effort to help us to deal with the traffic problem, because I have to divide my time to dealing with traffic problem as well. And where do you think your initial creator customers are going to be? Where are you focused for early user acquisition? We are asked by those users because they are personally small influencers. So you're really mid to long tail influencers, not big. And you focus on Taiwan as initial customer base, or where? Our experience right now in Taiwan is Taiwan face a
really obstacle. Like we don't have MCN company like SEA in China, so it's kind of hard to do influencer hunting. And lastly, how much are you raising? Are you raising? For the past business model, because it's kind of mature. But the new one, I think I can get it just like YC style, like 150K like this. Okay, we could follow up. Yeah. But cool, very interesting. Yeah, I think we'll follow up and send you some follow-up questions. But interesting spac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的心情蛮平静的，因为刚刚真的等了很久了，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小剧场过了这样。We can qualify for the final. I try my best to explain to them that they can help us. 那我们看一下情况。We're trying to help more local people speak freely and shine badly. Can I in Chinese? Okay, it is interesting. I'm not in this industry. I'm really not sure what this is. I've never seen that before. If your target is the global market,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at from day one when you have your idea. Okay.